大家好。最近这个盘势，你看指数红彤彤的，好像很不错，对不对？但如果你心里总觉得，怪怪的，不太踏实，那我跟你说，你的直觉可能没错哦。因为台面下其实暗潮汹涌，所以今天我想带你一起，我们来掀开这个盘面，看看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搞懂那些大户、那些聪明钱到底在想什么。最重要的当然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投资组合。好，我们马上开始。OK，今天我们会分5个部分来聊。首先，拆解一下这波反弹，为什么我会说它缺乏信念？再来找出真正驱动市场的3股力量。然后我们来偷看一下大户们的牌，他们是怎么布局的。接着会给你一份很实用的财报观察清单。最后我们会总结出3种可能的剧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可以马上拿来用的策略。好，第一部分，一个没有信念的反弹。就像我开头说的，这一波上涨总让人有点不踏实。这背后的秘密就藏在一个术语里，叫做部位挤压。听起来很专业，但其实我等一下讲完你就懂了。来，请你先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可以说是理解现在市场的关键。这不是一个趋势市场，这是一个由事件驱动和部位挤压构成的市场。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在提醒我们，如果你把这次上涨当成是牛市回来了，那你可能正一步一步走进一个陷阱里。好，问题来了。既然不是因为公司突然变得很会赚钱，经济也没有什么天大的好消息，那股价到底是谁在往上推啊？答案其实不在那些财经新闻里，而是在市场一个你看不到的内部结构里面。好，我们就来一步一步拆解这个所谓的轧空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看哦，第一步在4月初的时候，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很高嘛，油价也一直涨，所以大部分的机构法人他们的做法很简单，卖股票降低风险。OK， 这是第一步。然后呢，第二步那个触发点来了，就是突然传出停火的消息。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电脑跑的量化基金，它的模型就大逆转，从原本的放空瞬间变成要回补。那最关键的就是第3步了，这叫被迫回补。这像什么？就像你原本看坏一档股票，结果它一直涨，涨到你受不了了，只好认赔把它买回来。那些之前卖掉股票的机构，一看市场 V 转上去了，哇，怕自己错过行情，只好硬着头皮跳进去追高。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们这种追高的行为，反而变成把价格推得更高的最大燃料。这就是整个过程。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流驱动的反弹。这个名词你一定要记住，意思很简单，推动市场的不是大家很有信心，而是资金一种机械式的流动造成的。这也是我们散户投资人最容易踩进去的坑，就是把这种技术性的反弹误以为是牛市真的回来了。OK， 既然我们知道这一波反弹的体质好像不太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基本面不是重点，那现在市场上的大钱到底在关心什么？答案很简单，就3件事：地缘政治、通膨，还有对未来成长的看法。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地缘政治这部分，大家现在真的是屏住呼吸，再看那个停火协议到底能撑多久。然后通膨这边，所有人的眼睛都死盯着油价，就怕它又乱飙，打乱联准会降息的计划。最后也是最实际的，就是成长，也就是公司到底赚不赚钱。这也让接下来的财报季变成一场对所有乐观气氛的期末考。这张图我觉得非常巧妙地说明了市场现在这种分裂的心态。你看看石油和黄金，他们在讲2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停火消息一出来，油价跌了，这代表大家觉得短期风险好像解除了。可是你看黄金，价格还是撑在高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机构法人正在为长期的不确定性买保险。所以你看，这不是市场矛盾，而是聪明钱在同时下2种注，一边赌短期没事，一边为长期可能出事做准备。这就是专业玩家的玩法。
好，接下来我们来做点侦探工作。第3部分，我们来跟着大钱的流向，看看那些机构法人他们真正的底牌是什么。你只要搞懂他们现在的位置，你就赢过市场上很多人了。这张图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机构大户们的团体照。你看到了什么？你看最大咖的那些量化基金，他们是中立，也就是没什么动作。再来，那些主动选股的基金经理人，他们在观望，意思就是双手抱在胸前，在旁边看戏。最后，最灵活的避险基金，他们在干嘛？他们在避险，悄悄地买进黄金这类资产。你看是不是很有趣？几乎没有人在积极的进攻。所以把这些线索全部串起来，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现在没有人是真的积极在做多。市场会涨，真的不是因为大家突然变得乐观了，纯粹只是因为那些悲观的部位被嘎光了。这种建立在空虚上面的共识，就是目前市场最大的隐藏风险，特别是对我们散户投资人来说。好，讲完现在，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接下来的期末考。第4部分，你的财报关卡清单。因为前面讲的所有东西都只是分析跟猜测，接下来的财报季才是最残酷的现实考验。首先，第一个要看的就是银行股。为什么？因为银行的财报它不只是数字而已，它会告诉你一般民众和公司型号他们私底下的财务状况到底健不健康。银行可以说是经济的脉搏。所以之后你看到银行财报新闻的时候，可以拿出这张表来对照一下，看3个重点就好。第一，找一个叫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数字，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民众的财务压力指数，看这个数字有没有突然增加很多。第二，看净利差，这直接告诉你银行靠放款赚钱的能力是变好还是变坏。第三，看投行业务收入，这个可以当作是企业老板们的信心温度计，看他们对未来的投资是积极还是保守。看完银行，我们再来看科技业的风向球，半导体设备的龙头 ASML。为什么一定要看它？你想想，所有的晶片厂，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三星，他们要盖新厂都得跟 ASML 买设备，所以 ASML 的新订单数字可以说是领先指标中的领先指标。它会提早告诉我们整个半导体产业的景气好不好，也会直接帮相关股票的股价画出一条很难跨过去的天花板。好的，分析了这么多，终于来到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在最后这部分，我会把前面所有的线索整理成3套剧本，然后给你一个非常清楚的行动策略，帮助你管理好你的预期和风险。首先是机遇最高的基本情境，也就是停火协议继续维持，油价也稳住了，然后企业财报出来不好不坏还可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可能会很缓慢，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会是一个比较无聊，但相对安全的盘势。再来是比较悲观的情境，万一冲突又开始了，油价又开始飙，然后你看到银行出来警告说，呆账变多了哦，那这个时候市场很可能就会出现又快又急的下跌，这些就是你需要特别留意的警讯。最后是乐观情境。什么情况呢？就是企业财报开出来，哇，大家都吓一跳，怎么这么好？然后通膨数字也一直降，联准会也明确的说我们要降息了。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那才会是一波真正由基本面推动的健康的牛市的开始。但你也要知道，要走到这个情境，门槛其实非常高。那么，在这种有点混沌不明的市场，你的个人作战计划应该是什么？请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先删存，再求发展。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把现金当作你最重要的武器，留着子弹。第二，远离杠杆这个危险的朋友。第三，克制自己想去追那些热门科技股的冲动。
第四，可以考虑配置一些像黄金或公用事业这种比较防御的资产，当做投资组合的避震器。总结一句话就是，在战场的迷雾散开之前，保持耐心，让自己活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最后，我想请你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用它来审视未来几周的市场。现在市场上涨，不是因为大家有多看好未来，而是因为他们再也承担不起看空的后果了。你看，一个是基于信心，一个是基于恐惧，这两者之间是天差地远的。这也将决定这波行情的脆弱性，请务必保持警惕，独立思考。好，今天就到这边，感谢你的收看。